只掐自家饭。本节目由 Testway 值不值得买淘宝店铺独家养活着。嘿嘿嘿，老七，你咋了？室内你还戴个墨镜，该不会是不该看的看多了，长这样了吧？想什么呢？别影响我提前高科技。是看舞蹈区吧？你咋知道了？那这镜片我也能看到啊。嘿嘿。男后期上班摸鱼是吧？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！这个月奖金没了。哎呀，配音君，你别听女后期在那里瞎逼逼，我这是在体验产品呐。AR 眼镜儿，戴上它相当于随身带了个大投影。上次被女后期发现，那是因为这个墨镜结构问题。这盖子加上完全遮挡，不仅外面看不见，内部的画面更加纯粹，这就是你独享的moment。哎，有点意思啊！来，戴上。配音君，干啥呀？吓我一跳！公司不做了，不是体验产品啊？体验到舞蹈区去了。你怎么没有啊？你别瞎说啊！行了，别狡辩了，镜片是挡住了，你这个镜腿外放，我都听到了。舞蹈区实锤，别狡辩。来，南后期，东西还你，奖金照扣。如你所见，今天的主角就是这副墨镜 Unreal Air。去掉那些 AR、VR 的标签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墨镜造型的投影。光线从这里出来，我能看见，外面的人也能看见。声音嘛，从离耳朵最近的近腿发出，我能听到，旁边的人也能听到。因为它本身没有算力，需要连接设备进行显示。与其说它是一个 AR 设备，不如说是伪装成墨镜的显示器。官网这个介绍，相当于4米外的130寸屏幕，乍一想很大，其实吧，和半米外的27寸显示器没啥区别。既然是个显示器，那简单了，我总不可能抱着一个显示器干玩吧？无论是看视频、玩游戏还是办公，我们都还缺少运算和输入的设备。于是这根线就很关键了，它既是数据线，又是电源线，我们可以用它连接各种设备，产生不同的使用效果。但是吧，线必须连着。首先是与安卓手机相连，连接前得确保你的手机能通过 C 口输出视频信号，小米手机之类的就排除了。具体适配哪些手机，官网有详细的适配列表。确保了手机能用，连上手机，下好爱啪啪。出现了 AR 空间和空中投屏。AR 空间是立体的 UI 界面，里面有一些不算好玩的游戏和浏览器套壳的视频应用。使用手机操作时，画面里会有一根像鱼竿一样的线条辅助操作。比起那些无聊的小游戏，这样的操作方式倒是让我眼前一亮。对，就一亮。除了在主界面反复滑动，或者把浏览器窗口一个一个的排列在虚拟空间里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在这个形态下去完成的。并且在 AR 空间的模式下，回复消息、接打电话、使用各种爱啪啪，最后还是需要回到手机。这个模式对我来说意义并不大。至于空中投屏功能嘛，就是直接通过手机输出画面了。如果你的手机刚好有桌面系统，再加个便携的输入设备，它就能是一套超轻便的办公娱乐系统。无论是在交通工具上，还是小店里，都能使用。小前提啊，别在意旁人异样的眼光。不建议大家在车上用这个。作为一个外设，它的算力都源于手机，要是个旗舰机，运行还算流畅；若是配置稍低的手机，就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卡顿了。
再来，因为 Nreal 本身没有电池，它的供电要靠手机提供，手机眼镜同时耗电，但像这样的连接 C 口被占，想要充电只能靠无线充电，确实不太方便。你刚刚说的都是安卓设备的情况，我一个苹果用户，那怎么办啊？你刚才不是不感兴趣吗？还打我小报告。现在搁这儿，苹果用户咋办？凉拌。行，就这个态度哈，孩子大了，翅膀硬了是。我来看看，哎，这是啥啊？这是啥呀？回扣的100种吃法，作者难。不就是苹果怎么连接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说，对于 Lightning 接口的 iPhone， 这玩意儿需要一套适配器。这个是苹果自己的转换器，这个 Nreal 的适配器一共800元，通过他们的转接，你就能在 Nreal 上进行划时代的 iOS 投屏。对，这就是 iPhone 的有线投屏，并不能体验到 AR 空间，和在电视投影上投屏没有任何区别。而且它是竖屏，手机也无法熄屏，很多操作都要依赖手机屏幕完成。这种体验在连接电视投影仪的时候没太大问题，可这玩意儿是个墨镜，我的眼睛要在里面的画面和外面的手机屏幕来回切换，属实难受。要是为了画面观感把遮光罩加上，操作起来就更是难上加难。关键这个音量在手机上是没法调节的，但它又不是不可调。教程里长按这个按键3秒，就能在近腿上调节音量。这蹩脚的操作，不能全怪 Nreal， 因为这就是苹果的投屏逻辑。确实有点拉了哈，这样用我还不如直接连手机。在我这儿就不问你了。来都来了，你不想知道连接 iPad 怎么样吗？效果会很好吗？你看 iPad 现在都用上 C 口了，那个适配器模块都可以不用了。然后呢？没有了，然后还是投屏，还是不如直接在平板上玩。浪费表情，我不指望它有什么超前的功能，但是能不能来点实用的呀？有 ，Testway 略型卫衣，舒适面料，温暖抓绒，和你一起过寒冬，这个真实用。如果你刚好需要用它连接电脑，刚好是苹果电脑，刚好是 M 芯片的苹果电脑，官网下载这个 Nebula 就能启用 AR 桌面。还是个 beta 版，看起来事情不妙啊。原本这个功能就是在空间内固定几个虚拟屏幕，用来扩展物理屏幕，像是一边查资料一边编辑文案，顺便再看一个视频。可真的是用起来，扩展出来的几个屏幕又抖又闪呐，没有一个的观感是舒服的，还没有达到能用的地步。你能不能别抖了？我也坚持不住啊。即便我把重要的显示放在实体屏幕，别忘了我的眼睛上还戴着一副墨镜，画面的色彩亮度和直接看屏幕有着很大差距，实际体验下来那叫一个晕呐。那也叫实用功能，那不就是虽然功能有点拉，不过我可以用它实现我的计划，躺着玩游戏。这可能是 Nreal Air 最实用的场景，连上 Switch， 往床上这么一躺，舒服，手可以放在肚子上操作，不仅手不累，还没有直接玩时掉落打脸的风险。科技让我的生活更加便利。我看是科技让你生活不能自理吧？同样是便利，我花9.9块买个这个，也能享受。值不值得买？想必大家都看出来了。Nreal Air 和它给出的 AR 眼镜概念有点关系，但又不是那么有关系。AR 增强现实技术，在我的使用中，真正增强了现实的，只有使用 AR 桌面一个功能还不好用。更多时候，它像长在眼前的投影仪，用来显示不同设备的图像信息。但因为能连接的设备众多，每种设备不能一一对应开发适配，导致这家伙在不同人手上能用出完全不同的体验。对于几乎没有移动办公需求的我， Nreal Air 很难让我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。
可普通版2299元，苹果版3098元。如果我拿着这个预算给电脑多加一个屏幕，给 Switch 配一副这样的眼镜，同样能满足我的需求。想要体验前沿科技 AR 技术的朋友可以再等等，它可能更适合真的有移动办公需求，但又偏偏不想带电脑，希望靠手机解决所有事情的朋友。哦对了，你还得有不错的心理素质，接受路人对你室内戴墨镜的异样眼光，还得有不错的身体素质。因为在查阅说明书的时候，我发现在行驶的交通工具上使用 Unreal Air 是有可能引起不适和不良反应的。相比之前同样打着 AR 概念开售的米家眼镜相机毫无卵用的结局， Unreal 算是接近了 AR 的概念一点点，日常佩戴起来也不算难受，使用时在极少数场景也确实做到了能用，但离好用还有挺长的距离。 Unreal Air Testway 主观综合评分4.5分。也许你需要一个显示器支架，减少干扰，轻松收纳，按订单生产，每一块木纹都不一样。Testway 起源系列显示器支架，键盘掌托，现已上架。新口味，你试试啊！南后期重磅推荐。好，节目看完了，那你觉得这个产品能够得几分呢？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吧。那本期啪啪啪呢，因为这个产品呢是网友提供给我们的，谢谢这位铁四非常的热心呐，所以呢就没有啪啪啪。那大家呢不妨去淘宝搜索店铺 Testway 值不值得买，里面上新了一些新品哦，有这个衣服擦镜师傅、擦镜大师募资争高价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。不过呢因为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情况呢，现在我们没办法给大家发货，所以呢也请大家稍微等待1周，恢复了就可以继续给大家发货了。另外呢，我们的新环节 Testway 传话筒，看看哪位朋友呢？阿莫前来摘星，想对麒麟丁真阿兰说：虽然你长得很像丁真是假的，但是我说你想要星星也摘给你，那是真的哦。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又是一期帮大家省钱的节目呢，你说大家有没有点了？肯定点了。那剩下的2000多，咱干点啥呢？要不再加点儿？看看这个。